各位曲博科技教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博。今天呢，我们科技大哉问要来跟大家谈谈上个礼拜非常重要的两个新闻。一个呢，就是美国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呢提到这个中国大陆呢在人工智慧方面的发展已经跟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呢未来有可能会领先美国。那到底是为什么大陆呢在半导体先进制程的部分落后美国，但是竟然人工智慧的部分竟然可以领先美国？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中芯国际突破困境，采购艾斯摩尔的制程设备，将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造成冲击。那么到底为什么中芯国际采购的是落后制程的设备，却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造成冲击呢？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两个题目来跟大家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中芯国际突破困境，采购艾斯摩尔设备将对台湾半导体产业产生冲击。所以第一个呢，我们会跟大家先谈谈美国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到底提到的哪些重点。第二个呢，我们来跟大家谈谈什么是摩尔第二定律，还有就是这个和中芯国际有什么关系。第三个，我们来介绍半导体制程的重要分水岭，就是7奈米制程。最后呢，再跟大家谈谈中芯国际采购旧设备为什么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造成冲击。首先呢，美国人工智慧科学委员会它呢提到了几个重点。那么首先它提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它提到了美国呢依赖台湾的晶片制造技术，这个会使得美国失去这个商业跟军事方面的优势。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提到了我们呢先进的制程交给台湾代工，那实际上没有办法在美国本土生根，所以他认为这个美国依赖台湾其实是很危险。而且呢，美国虽然领先大陆半导体制程2个世代，但是实际上呢，这2个世代的差距呢只有177公里。什么意思呢？因为大陆跟台湾的距离只有177公里。换句话说对美国来说呢，他们的领先实际上非常的危险。那么因此呢，美国必须检讨他们的半导体相关的供应链，看呢怎么样呢才能够在美国建立相关的生产厂商。所以他说服台积电到美国设厂，这是一个战略。那另外一个这个报告也提到了这个大陆呢全力投资人工智慧，那么可能目前的状况是跟美国不相上下，甚至某些方面还领先美国。未来10年呢，大陆还有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人工智慧的超级强权。那这个人工智慧的应用呢，除了一般商业用，也可以用在军事上面。譬如说呢，在模拟实战的场景的这个军事演习上面，也可以拿来训练这个人工智慧的演算法。因此呢，美国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提出了3个可能的解法。那么第一个呢，就提到联邦政府应该投资400亿元来促进人工智慧的发展，培育人才。第二个呢，就是扩大租税优惠来扶持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产业，这个当然就包含了让这个台积电跟三星去设厂。各位知道，即使美国大力的投资，目前 Intel 的制程也是落后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最快的方法还是直接吸引台积电跟三星到美国设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美国呢联合欧日盟国来管制先进半导体的设备出口到中国大陆。这个是他们这一个委员会呢提出来的3个重要的关键解法。各位可能会好奇，大陆在半导体制程落后美国，为什么人工智慧竟然会跟美国同步，甚至呢领先美国？这边我们要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半导体的制造呢比的是基础工业。坦白说呢，基础工业呢欧美国家还是领先我们，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呢，人工智慧比的是软体实力。所谓的软体，各位知道它不是基础工业，它比的呢是人才，比的是人力。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大陆有人才有人力，就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呢发展出非常好的这个软体工业。全世界呢做的软体最好的其实不是美国，各位都知道
主要呢就是中国大陆跟印度。那么美国之所以在软体工业上呢并没有落后，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它吸引了非常多全世界优秀的软体人才，这当然包含了大陆、包含了印度的人才到美国去帮他们卖命，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没有落后。因此呢，这个报告里面呢，其实也点出了这个重点。那么第二个就是中芯国际呢，他们突破了困境，买到了艾斯摩尔的设备。那么到底买到这个旧的制程设备，为什么会影响到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摩尔第二定律。各位呢都听过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呢，它指的是基体电路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方向。大概呢每隔2年，基体电路的电晶体数目就会增加1倍，而且呢它的这个运算能力也会增加1倍。那么呢在过去呢，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呢，大致上这一个趋势都是吻合的。那么因为这个定律呢是 Intel 的创办人高登摩尔 Golden Moore 他提出的，因此呢我们把它称为摩尔定律。但是实际上呢，还有人提出了一个叫摩尔第二定律这个第二定律呢是由这个 Arthur Rock 提出的，因此又称为 Rock 定律。Rock 定律讲什么呢？它讲的晶圆制造厂的成本会随着这个先进制程的进步而成指数性的成长。大概呢每隔4年这个晶圆制造的成本就会翻倍。换句话说呢，在2015年建一个新的这个晶圆厂的成本大概是100亿美金，但是呢隔4年之后的2019年再盖同样的晶圆厂，但是是先进制程的，结果呢它的投资额就变200亿美金。那实际上呢，在2015年呢，台积电在台湾盖了一个12寸晶圆厂，那个时候 Fab 15它的投资额就是93亿美元，所以呢就很接近100亿美元。换句话说晶圆制造是一个重资本、重人才，而且是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而且门槛是越来越高。换句话说这个几百亿美元的这种投入，实在是没有几家公司玩得下去所以后来呢，这个联电呢，包含这个 Global Foundry， 基本上呢都退出了这个先进制程的竞赛。目前只剩下台积电、Intel 跟三星这3家公司还在继续努力。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台积电用的这种先进制程设备，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极紫外光 EUV，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边特别要强调一个重点，极紫外光呢是适合在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但是呢旧的这个深紫外光 DUV 它是适合7奈米以上的制程。刚刚呢我们简单的了解到摩尔第二定律指的是什么？先进的制程虽然效能提升，运算速度提升，可是呢它的成本也提升了。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都好的，有好就有坏，效能提升，成本提升，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台积电的董事长在2个礼拜前的这个固态电子协会给的演讲就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7奈米制程是很重要的分水岭。我们就来看一看他到底讲了什么东西。那么台积电的刘董事长在2021年国际固态电路协会的开幕演讲呢，提到了一些重点，其中呢有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7奈米的制程是半导体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他这边说到2018年开始呢，台积电量产7奈米的逻辑技术。那么重点是呢，这个技术呢被大量的半导体公司使用。这个呢重点就在于它跨领域广泛的应用在各种产品，包含 5G， 包含图形处理器，包含网络、游戏、汽车等等。他这边呢举了4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联发科的这个天玑1000使用了台积电7奈米的技术。另外呢，这个超微的 EPIC 这个是处理器，也用了台积电的7奈米技术。再来就是 NVIDIA 辉达的 A100， 这个是图形处理器 GPU， 也使用了7奈米的制程。再来就是赛灵思 Xilinx 的这个 ACAP 平台呢，也使用了7奈米的技术。他这边呢特别提到呢 AMD 的 EPIC 第2代的处理器使用7奈米制程之后，让这个数据中心呢能够创纪录的降低功耗。那么跟旧的来比呢，它的性能提高2倍。
而且功耗呢降低到 50%。 同理呢，这个 NVIDIA 使用了7奈米的制程做出来的图形处理器，它的性能呢提升了20倍以上，而且呢可以使这个数据中心呢大幅的降低总成本，还有呢降低它的这个空间，甚至提高这个运算的能力。我们来看实际的例子。原本啊，这个 NVIDIA 旧的制程做出来的 GPU 使用的这个资料中心呢，需要25个机柜，成本是1100万美金。但是呢，使用了7奈米的制程之后呢，机柜剩1个机柜，成本呢降低到100万美金。换句话说啊，7奈米制程呢，让这个 NVIDIA 的伺服器降低了成本，剩下1/10，而且呢降低了功耗，剩下1/20。因此呢，台积电的7奈米制程已经用在市场上超过150种的产品。那么呢，这个就意味着7奈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那么各位记得，台积电的先进制程5奈米以下用的是极紫外光 EUV， 那么7奈米以上的制程呢，用的是深紫外光 DUV。换句话说呢，7奈米是非常尴尬的数字。实际上呢，只需要用深紫外光就可以做出7奈米以上的电晶体。换句话说，中芯国际只要能取得深紫外光，实际上它就有办法做出7奈米以上的产品。这个时候，它就掌握了关键的这个7奈米制程，它是半导体制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所以最后啊，我们就来谈谈中芯国际采购旧设备为什么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造成冲击。刚刚我们提到了中芯国际取得的是旧的制程设备，也就是所谓的深紫外光 DUV， 可是 DUV 就能做到7奈米的电晶体。而刚刚呢，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提到的这个报告里也特别强调，7奈米它呢是符合大部分的产品来应用。换句话说呢，7奈米它的效能刚好适合大部分的产品，而且它的成本也不会高到太离谱。如果是5奈米、3奈米，甚至2奈米、1奈米，虽然效能更好，但是它的成本也更高。换句话说，并不是什么东西都适合使用。换句话说呢，我们回头来看中芯国际，他们一旦取得了这个制程设备，虽然是旧的，但是呢14奈米中芯国际基本上是已经成功量产。那么之前呢，这个中芯国际的执行长也提到过呢，他们的这个10奈米、7奈米，也就是 N+1 跟 N+2 也陆续的呢会量产。我相信呢，他们只要能取得这个设备，那么在未来的3年之内呢，陆续可以让10奈米、7奈米量产，这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呢，大陆呢也已经宣布，在2025年之前呢，要70%的晶片全部国有化制造。各位想想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以前啊，这些晶片是下单给台湾的旧制程的晶圆代工厂，现在呢会全部拉回大陆去做。而且呢，中芯国际它有这样的能力做这个东西。那各位想想看，冲击最大的当然就是在台湾做这个晶圆代工，而且是旧制程的厂商。实际上啊，在未来3到5年呢，这些公司其实会非常的辛苦，面临大陆的强大的竞争，还有他们的政策，造成冲击。那么对台积电来说影响不大，是因为台积电目前呢大部分都是先进制程，所以影响是不大的。去年啊，这个因为台积电的股价涨得太高啊，所以呢市场上开始在炒作一些旧制程的晶圆代工厂。各位特别留意，这种旧的制程其实是落后，可是呢却不停的强调旧制程的厂商，实际上呢它是机会财。我常开玩笑说这个是时机财，也就是说，因为呢美国啊川普总统在位的时候呢不停的封锁大陆，所以呢大陆在这个旧制程上面呢没有办法取得相关的设备，这造成了他们的整个产能严重的落后。但是各位知道呢，未来啊这个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一定会因为拜登总统的关系慢慢的改善。换句话说，
去年呢，台湾的旧制程晶圆代工厂，他们呢只是因为时机的关系，让他们的业绩大量的成长。这一种我都称为机会财或者时机财。时机财有一个特色，那个时间点很好，过了就不好。换句话说呢，各位啊，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时机。我想呢，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给大家最好的经验就是，我们在评估企业的这个未来的时候呢，还是要看这个企业是不是真的有竞争力，能够领先其他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公司呢，才是适合我们去了解、去投入的公司。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面呢，我们再来讨论。谢谢大家，晚安，拜拜。